同一种恨唤醒我。你和我的故事陨落了像烟火，像飞蛾在扑火，任由宿命操控魅惑。哦，那影子深藏在光尘中，迷失在这城市，忘了山是枷锁。用爱图个归宿，却自食其果，不由你我。不然释怀偏执，是不过的坚持，用一生的遗憾写成诗。我乱总太迟，原来你只是手心的影子。安店，我买了早餐，一起吃吧。啊，好啊。你这个骗子啊！去你家找你说不在，打电话给你你不接，你和你老公是不是不想负责任啊？安店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哼，她和她老公骗钱呢。就是了，有什么话好好说吧。你们不要在这里闹了，我跟你保证，这些药是没问题，不要听那些人胡说八道，好不好？还说谎！你老公就是吃了这些药才进医院的。对呀，我们都听说了，我老公就是吃了这些药不舒服的，你还要瞒多久？太过分了你啊！我们花这么多钱买这些药哈，吃了还会有副作用，你今天一定要给我们一个交代，不然我们是不会走的。我也是赚这么一点点 commission， 你们要交代就去找上线，我什么都不懂。什么不懂啊？你还钱啊！你不懂买什么药？还钱！哎，发生什么事？药又不是我卖的，你们在这里呱呱叫也没用，你们再不走我就报警了。你是什么意思哈？你自己不对，还敢威胁我们？是啊，我不管，你今天一定要还我钱啊！钱好了，你们别闹了，回去，回去吧。还我钱啊！你够用啊！你还敢跟我动手？哎，喂，贝贝啊，我现在在忙，你不要着急，你慢慢说。有人来小散人捣乱，10月受伤了。怎么样？你们没事吧？打闹一场就走了，安店也走了。你的伤口严重吗？我帮你处理一下。没事，小伤而已，还是看一下吧。真的没事，只是小擦伤而已。就放心给他们2个看吧，一个医生，一个药剂师，2个帅哥给你看伤口，摸一下也不吃亏啊。摸你的头，乱七八糟的偶像剧看多了，遇到帅一点的色狼都不能要逃了。这2个唐三藏怎么可能是色狼？我认识他们这么久，没看过他们交女朋友，他们吃素的。我们2个交女朋友也要跟你汇报啊？当然啦，我要知道到底是谁抢了我的欧巴。别说这些了，你刚才在电话中跟他们说到一半，还不快把安迪恩的事说完？啊，我说到哪？我刚才说到其他人吃过阳痿药。对，找上门的那几个安迪，他们的家人也都吃过药，不过后遗症情况好像不严重。一个人出事可以算倒霉，但全都出事的话，好像就不是纯属巧合了。我们应该先等 Uncle Frankie 的消息，化验报告一出来，就会知道这个药到底有没有问题。可是安迪恩好像不想把事情闹大哎。他有代理、抽佣金之类的，怕被追究，需要负上法律的责任，所以出事之后，他都避开那些曾经跟他买药的人。他最该站出来。我上网查过，包装上写的地址是假的，生产工厂肯定有问题。如果不把事情弄清楚，肯定会有更多受害者。安迪恩连这些药从哪里买都不肯说，我们除了拿药去化验之外，好像也不能做些什么。最直接的方法，报警。你别急，我们现在只是怀疑，又没有证据。等化验报告出来，我们确定药有问题之后，再报警也来得及。这么多人吃过那些药，还没找得出药是从哪里买的吗？
我怀疑很有可能是从特殊的管道进货的，在指定的地点才能买得到。我也有听俺爹说上线之类的。那可能是小群组作业，分销模式不想太张扬，只对熟人下手。只要是人类，肯定能把它找出来。贝贝，接下来你多留意一下安迪安，如果他需要什么帮助，这只是普通的中药。你的意思是这些药没问题？是有问题，不过成分不足以引起副作用，只是没有特别药效而已。这怎么可能啊？这巧合不合逻辑。如果问题出现在个人体质，怎么可能这么多人吃了药，身体都出状况？这样吧，我叫化验室发报告给你们看。Uncle Frankie，我们不是不相信你，我们是不相信这批药。你们说，会不会是特定批次的货源在生产的时候出现问题？我手上的这瓶药，恰巧是正常的。这些偏方药没得到 HSA 认证，没有品质保证，生产过程把关不严也不稀奇。这个线索是断了，可是我还是不死心。哥，我们要不要去查一下这些药到底哪里可以买？我想再验一次。适可而止吧，这件事都跟你们没关系。我赞成，你不赞成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不想姑息那些卖假药的人，但是确实没必要亲自去查。我们可以把这些药交给执法人员，叫他们去查。这样不行啊！我们现在如果贸贸然去报警的话，很有可能连累到安迪安。我已经答应他不会跟别人说，所以至少应该把事情搞清楚一点。我们不要举报他，我们要举报的是幕后犯法卖假药的人。我要的是真相。你们在聊什么？什么犯法？什么真相啊？妈，你的手怎么抖得这么厉害啊？你是不是不舒服？没事，来。对不起，烫到你了。妈，没事没事，你没事吧？我是听到你们说，你没说什么，只是在说一个买到假药的朋友。你伤到哪里了？痛吗？妈，真的没事，我上去换一下衣服。Uncle Frankie， 不准你偷偷跑掉啊！我待会儿还要搭你的顺风车去小散人拿东西。还有，我妈的糖水，一定要试。你们自己小心点。小心啊！哎，你们吃吧，我去拿汤上药给他。最近秀安阿姨好像很容易紧张。没事，烫伤阿聪，紧张是自然的。妈，我拿了烫伤膏，给妈看看，你烫伤哪里了？没事了，一点都不痛。嗯。云聪啊，嗯。这疤痕，哦，这个20多年了都不痛了。回答我，这疤痕是怎么弄的啊？手术，当年我捐肾给哥留下来的。允聪什么都可以跟允哲分享，唯独身体不可以。他才7岁，你就要把他的肾脏给捐出来，会不会太残忍了一点？允哲才10岁，如果不救他，他只能活到10岁。是你爸安排的手术吗？嗯。妈，你怎么哭了？没有，妈只是很心疼你。妈，你哎，
安哥 Frankie 不是在楼下等你吗？我累了，想去睡一下。妈，我们要去哪里搬家吗？雨中，不要怕，我会保护你，我一定会保护你的，不会再让你受苦了。你不要怕。我没有怕。妈，你别哭。雨中，我们走，我们赶快走，回去我们原来住的地方啊！你到底把允聪藏去哪里了？你不会找到他的，你回去吧。那你到底怎么样才能回家呢？秀环，你说，我都答应你。好啊，那你发誓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不要伤害允聪。我发誓。安迪安，你今天不是请假了吗？怎么过来了？哦，我本来打算留下辞职信就走，没想到你会在这儿。辞职信？你要辞职啊？为什么？是因为家里忙不过来，还是你丈夫的身体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不是，都不是，是我没脸留下来。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啊？我连累了小闪人，我不希望因为我让别人对小闪人指指点点。这里是真心做时尚的地方，我的私事本来就跟你们没关系的。我想不明白，安提安的丈夫也是受害者，他为什么不站出来讨公道，反而跟你辞职了？起初我也想不明白，可是站在安迪安的角度分析，我得出2个结论。第一，阳痿病对很多男人来讲都是一个禁忌，把事情闹大，全世界都知道，他应该会很尴尬。避免尴尬不能治好阳痿啊，应该去看医生。分析别人的事情，逻辑很清晰哦。我想想是谁啊，一直不肯把白血病的事情告诉史院。你快说第2啦，别扯到我身上去啊！哎，第2就是安迪安不只是吃药的人，他们也是卖药赚 commission 的，声张正义把事情捅出去，他们估计不想承担后果。现在最麻烦的是，Uncle Frankie 说化验报告一切正常，这些药有问题也只是我们说的，没证据。可是安迪安的丈夫真的入院了，但只要他有心隐瞒，不肯告诉医生实情的话，真相也很难见光。这药真的没问题吗？难道 Uncle Frankie 的话你也不相信啊？但是有一点我想不通，他好像不希望我们继续查下去。那你有问安提安这些药是从哪里买的？我套了老半天的话，他什么都不肯说，只是把这些名片交给我。都是中药店卖的，那就报警吧，把名片交给警察，让警察去查。不行，现在去报警，你要跟警方说什么？说这些店卖药，还是在卖假药？这些名片不足以当做证据。
我什么都不做，拿到名片也没用。要做啊，当然要做啊，只是不能够打草惊蛇。你有打算？我们去这几家中药店，再买几瓶药回来做化验。我就不相信每一瓶药都没有问题。好，我陪你去。不行，你去干嘛？难道你要扮成阳痿病人去买药啊？你要谋杀亲弟啊！正经一点。好，我认真的啊。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小心处理。我不想带你去冒险。很危险吗？那你也不能去。也不是说危险，但是我们不清楚对方的底细，带你去瞎闯，我有点不放心。那你也不能一个人去。要不然我们可以找多一些人一起去，大家一起去，如果有什么变卦，可以互相照应啊。大家是谁啊？就是认识安TN的人啊，比如史苑，还有贝贝他们应该会帮忙的。这个主意倒是不错，反正我们只是去买药，这几家店就算有问题，也不至于杀人灭口吧？哦，记得叫贝贝他们啊。哦，我现在就打电话给他们。赵华，我有话要问你。现在什么时候了？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不能等到明天，我现在就要问。我明天上午还有个会，你最好长话短说。你到底要说什么呀？你还记得20年前你答应过我的事吗？说重点，我没时间听你说心事。20年确实是很长，我以为自己什么都可以接受，我可以接受，我跟你的感情已经回不到从前，我甚至可以接受代替你在牢里过20年，我什么都可以接受，我丝毫没有半句怨言。你为什么答应我的事情你却做不到？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到最后还是换不到你心疼允聪。你讲完了吗？我忙了一整天，没有心情应付你的情绪，我洗澡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伤害他？就算你不爱我，他也是你亲生儿子，他那个时候才那么小，你怎么忍心要他冒这个险去监生？你怕允哲死，你就不怕允聪也死在手术台上吗？允聪死了吗？他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你不让允聪上手术台，允哲一定会死的。所以，你一开始所答应的都是骗我的，由始至终，你都没有放弃过拿允聪的主意。是，我知道你不疼他，我也知道我永远不如依依。可是我在允聪面前从来没有说过你的坏话，在他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叫他要永远记住，爸爸是他最亲的人。可是，为什么是他最亲的人，偏偏是要害他的那个？因为我不仅仅是允聪的父亲，允哲也是我的儿子。
你不也是自私的护着自己儿子的人吗？你凭什么怪我？你把别人想成加害者，把你和你儿子想成悲剧人物，心里是会好过一些。但路是你自己走的，活成这个样子，你自己没责任吗？妈，早。快点进来啊！我做的早餐给你吃。来，这盘是给你的。怎么了？不合胃口啊？对不起啊，我只会做这些。不是。好吃，好吃。你平时做的爱心早餐太复杂了，我还没有学会。今天我睡迟了，我不知道你会起得这么早。你不需要每天一大清早起来为我做早餐的，你可以偷懒，反正还有萍姐在。你看你，昨晚是不是没有睡好？眼睛还是那么肿。你快点吃，吃饱了上去再睡一下。聪，秀安阿姨，早安。早。哥，坐，你的沙拉。你破例吃了那么多天油腻的早餐，你终于舍得吃清淡一点了。破例？你平时都吃得很清淡吗？不吃早餐，单身的人啊需要忌口，少盐少高蛋白，因为我们的身体跟别人不一样，我们从小到大都要注意饮食。不过秀安阿姨，你回来之后啊，阿聪啊就没忍住，什么都吃了。哥，你不要胡说八道吓我妈。妈，我的身体很健康了，别人都看不出来我有不一样。快点吃了，我们约了贝贝要迟到了。妈，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我有点累了，很想回去再睡一下。是我吗？对不起啊。没事，快点吃吧。
妈，你不是说要睡一下吗？要睡了。刚刚你没有吃我煮的早餐，所以我就吩咐萍姐煮你最喜欢吃的瘦肉粥，你醒了就可以吃。妈，你是不是不舒服？你骗不了我的。你的脸上写着“不开心”3个字，哎。妈只是觉得很对不起你。你在说什么傻话？你哪里有对不起我？有，我有。我是你妈，你的身体，你的事，我一点都不清楚。平时你什么可以吃，什么不可以吃，我也是现在才知道。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？因为我要我妈开心。为什么这么懂事？你可以怨我，你的身体会变成这个样子，都是我害的。妈，没事的，不要这个样子。你看，我的身体其实很壮的，我没有勉强我自己。你准备的食物，只要不过量，我都可以吃的。所以，没有什么害不害我，是你多想了。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你现在身上这个疤会痛吗？不痛，一点都不痛。身上割一刀，把身上拿出来的感觉，一定是很难受。我真的不应该再带你回来，我应该。妈，以前的事情我也不记得了。现在的我，已经活成一个我喜欢的样子，也在做让自己开心的事情。我过得很好。所以你也不需要再怪自己了。就算重来，我还是会选择救哥的。我是不可能让他死的，所以我一点都不后悔。不恨你爸吗？不恨我吗？你为什么会有这些念头？我从来都没有这样想过。我是心甘情愿的。以前不重要，就好像我没有问你过去发生什么事情。我在乎的是跟你过好每一个现在，还有以后。只要我们不再分开，我什么都不怕。你刚刚不是说有点累吗？先躺一下休息。这是什么？啊，没什么，就一般的头痛药。妈，那你先睡一下，我跟哥出去一下，很快就回来了。可以走了。
阿姨她啊，她睡着了，我们走吧。我已经跟贝贝说我们会迟到了。少爷，丽安小姐找你们。嗨，李燕，你怎么会过来啊？我一直打电话给你，但是你没有接，所以我就直接来找你吧。我们今天没空，赶着出门。上次我找你，你说你忙着帮白血病患，现在要忙的都该忙完了吧？你还是没有时间跟我聊吗？什么事啊？还是你想避开我？是你想太多了，我们真的赶着出门。李燕，我哥不是在避开你，他对所有人都是忽冷忽热的，除了我，所以你不要放在心上啊。不对，我觉得他真的在避开我。如果我的态度让你不舒服，那我就道歉。请问你今天来的原因是什么？我可以再安排时间。我想单独跟你说。那我让你们两个单独聊聊，我去车上等你啊。不用。我跟阿聪约了朋友，赶着出门，今天真的不适合聊天。不如这样吧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可以跟我们一起啊，在路上聊。反正我们去见的人你也认识。我真的可以跟你们一起去吗？可以啊。走吧，迟到了。总而言之，只要证实了那瓶药的化验结果没问题，我们就没有证据报警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我们不是当事人，不适合报警备案。不过我们可以以民众的身份去举报，对吧？对，我们是可以举报，不过安迪恩只给我这3张名片，他不肯透露这3家店是否都出售同款的壮阳药。我们现在如果贸贸然报警的话，警方上门搜不到证据，很有可能打草惊蛇的。桂聪，你今天约我们出来，肯定不会只是让我们看这几张名片。你想做什么？没做什么，就是逛中药店，买一些补品回来做化验。聪哥，我要参与。长这么大，我还没有当过卧底耶，感觉应该很刺激。不是闹着玩的，我们不知道对方来历，要注意安全。我们不是警察，不需要查案，只需要买到同款的阳痿药就马上离开。我觉得我们可以把交易过程暗中拍下来，可能以后报警的时候可以当证据。我有问题，这些人明目张胆卖假药，你们贸贸然踩上门，不怕遇见坏人吗？如果害怕，就别勉强参与。可是我都还没有跟你聊到半句话。我把事情处理完了再去找你吧。那我跟着你好了，不然我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可以约到你。好吧，既然大家都同意，那我们吃完就出发。先去哪一家店好呢？就这家吧。老板，你们这里有没有卖特别的药？两位是要找多特别的药呢？是特别的贵还是特别的便宜？基本上我们这里都有。不是价钱特别，是特别给男人吃的药。哦，冬虫夏草、杜仲、鹿茸，都是补肾的药材，男人的最爱。我们找的不是药材，是那种吃了可以立刻见效的药丸。雄起圣物，哥哥弟弟站起来，阳痿药。啊？你们这么年轻，那方面就有问题了。不是我们吃的啦，买给我爸吃的。啊？我们这边没有卖那种药，你们找错地方了。不过有人介绍我们来这里买，他还说过他来这里。哎，小姐，你在拍什么？店里不准乱拍视频啊！没有，按错。喂，你拍什么拍？啊？谁让你拍的？快把视频删掉！你要做什么？让他把视频删掉啊！老板，你们的冬虫夏草怎么卖啊？哪里进口的？多少钱啊？哎，不用追了，
冬虫夏草没货了，到别家去买吧。古古怪怪的，哎，你去把刚才 CCTV 的画面调出来，我要看看他们的画面。是，老板。哥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只是不习惯了中药店的气味而已，有可能里面太多灰尘了，鼻子敏感。我刚才第一次演戏，好紧张哦。你紧张，我怎么一点都看不出来？是我替你紧张吧？现在事情都被搞砸了，要买的都买不到，怎么办？没事啊，这家不行，还有另外2家，我们去下一个目标吧。那许愿他们呢？应该走散了，我打电话给他们。走吧。来。哎，谢谢。谢谢。刚才我们提起阳痿药的时候，那家中药店的老板反应有点不对劲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那家店应该有问题。同意，老板凶得要命，拍个视频而已吗？好像有人命似的，肯定心里有鬼。他们像流氓一样，吓死我了。可能是我问得太直接，让他起了警惕。哥，你真的不适合撒谎哎！买那种药给爸吃，你是不是想要多一个弟弟？我记得你们说过，安迪安提起他自己有了上线，靠卖货抽佣金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些药呢不是店面的零售商品，要买的话呢要说什么暗号，或者只有可靠的代理单线分销，不卖给walk-in的客户。看刚刚那个老板那么谨慎，绝对有这种可能。这种药靠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好像比打广告来的更有公信力。吃药的人很有可能也兼代理，只卖给熟人，这样比较安全。照你们这么说，去了也未必买得到。那接下来的那2家中药店，是不是没必要去了？有必要。必要。已经那么接近真相了，不能现在放弃，我们再试一次吧。哎，走吧。哥，包给我吧。其实我不累啊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吸取刚才的教训，太多人走进一家店，很容易引起注意。下一家店我们换个方式吧。看到我发给你的视频截图了吗？让收到，还没看。什么东西来的？刚才有人在中宁那边打听了那些药，中宁的老板觉得有点可疑。我把 CCTV 照片的截图发给你看，你自己留意点。知道了，我5点一定会到家。好哦。老板，哎，有什么可以帮你的？我要买人参。可以呀，你要哪一种人参？还是你要我帮你介绍？你来介绍吧。人参分很多种啊，我拿一些给你看啊。哎，老板。我听朋友说，男人吃中药可以养生。你们这边有没有什么独门秘方？我想买回家试试。你不用担心，阿聪很机灵的。我没有担心，只是好奇。你的伤口好了吗？什么伤口？啊，早就没事了。其实我没有介意和你共用吸管的意思。那天你喝错了我的果汁。我想说的是，我对个人卫生特别敏感，所以当下会有那种反应。哎，不过我不是嫌弃你不卫生。我认真检讨过这个问题。如果我们因为害怕透过分享食物、拥抱、接吻之类的身体接触过程感染疾病，而选择放弃类似的社交行为，虽然说可以阻断病毒传染，但是也会违反人类是社交群居动物的天性。
根据人类学家研究，不同的肢体动作会传达不同的讯息，不同的空间距离也会表达不同的亲密关系程度。喂，我是。独门秘方不如真材实料，野山人参、移山人参，3年的、7年的，还有10多年的，我们都有卖，看你喜欢哪一种。哎，其实我要的是那种可以壮阳的。壮阳的啊，红参，根据韩国最新的研究，红参是天然的壮阳药。老板，我要找的是那种吃了可以立刻见效的，就是私下卖的。啊，你是想要买那些私下卖的壮阳药啊？我们是听朋友介绍来的，他们说你这里有卖。哎，不是我吃的哦，我那里肯定没有问题。我的宝贝只是想要……你找什么？喂，你想干嘛 ？CCTV 拍到的就是你们！啊！快跑！追！还在等什么？走啊！人呢？我不知道啊。喂，同样那群人又出现在永信安了。青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哥，哎，你撞见了我东西，你别跑啊！桂子，你哮喘病发作了。桂子，聪哥，你先去找阿泽哥哥吧，这里有我们在这儿。好，那你们先去找一个人多的地方，我找到我哥，继续跟你们会合。你的药呢？有没有在身上？啊？哎呦！没事，我没担心。喂，你们现在在哪里啊？石院，我哥呢？我哥哮喘病发。对，他哮喘病发作了，很辛苦。药呢？药有没有在他身上？好，你快点来。没事，别怕。似曾相识的对望，隔着陌生的荒凉，那些刻骨铭心的雪花，雨暖了就融化，心有灵犀的天真，夹着遗憾的余温，企图所有珍藏都保存，却看它沉沦，谁能还原